一场季后赛级别，甚至是西决级别的强对话。洛杉矶快船2分不敌雷霆，排名滑落到西部第8。雷霆不愧是联盟第1以及西部断档领先的球队。即使球队的2、3号人物杰伦·威廉姆斯和霍姆·伯伦双缺阵，即使他们的 MVP 亚历山大在快船队的防守之下27投仅7中，可是他们仍然凭借着防守将近期联盟火力第1的快船队限制到只有101分，赛季横扫了洛杉矶快船。本场比赛之前，快船队的主帅泰伦卢宣布伤愈复出，这也让原本趋于圆满的快船队出现了一丝可乘之机。比赛第2节的初段，排出的莱昂纳德带4名替补球员的阵容，让球队在进攻端打得极为滞涩。雷霆队一波15-0的进攻高潮之后，第1节好不容易建立起的2位数的优势荡然无存。然而在第4节的初段，他又一次的将同样的阵容再次的摆在了场上。卢指导不愧是冠军教头。本场比赛中，哈登生涯的常规赛得分超越了摩西马龙，来到了历史的第11位。然而本场比赛他在比赛的末节，尤其是在决胜阶段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。转折点来自比赛第3节，他和多尔特这次腿部之间的碰撞，多尔特凶悍的抢掩护，然后膝盖直接顶在了登哥的大腿根部。我相信当哈登躺在场边久久不能起身的时候，有多少球迷和我一样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好在登哥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，但是在那之后他的状态和进攻的信心明显受到了影响。他在比赛决胜的阶段出现了2次失误，而且当小琼斯在最后阶段拼下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前场篮板之后，哈登没有抓住机会完成个人的进攻，而是选择将球传给了莱昂纳德。在过去的9场比赛，哈登用多项联盟第1的表现将快船队抬到了目前的这个位置。然而今天带伤，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现了起伏，为什么会忽然之间出现这么多喷子呢？莱昂纳德今天的表现无可挑剔，在雷霆队的防守之下，他20投10中，拿下了24分、10个篮板和3个助攻。全场比赛出战了40分钟，关键的时刻更是球应接。在泰伦卢的使用之下，今天的末节他1秒钟都没有休息。健康的莱昂纳德仍然是快船队叫板联盟顶级强队最大的倚仗。裁判的错判和漏判本身就是比赛的一部分，但是祖巴茨这次被犯规没有响哨，却成为了比赛重要的转折点。全场比赛15分、11个篮板、3助攻、2次封盖，只能说是中规中矩。关键是他今天确实漏掉了一些本应该可以拿到的后场篮板球。鲍威尔还是没有恢复受伤之前的身手啊，他错失了一个有可能决定比赛胜负的3分球。全场比赛也只有12投4中。虽然血染赛场的一幕非常的让人动容，但是现在的鲍威尔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鲍科比。复出之后的4场比赛，鲍威尔场均只有10.3分，命中率是35.9%，三分球命中率28.6%。这和他受伤之前场均24.7分，命中率50%，三分球命中率39.7%的表现对比，真的是天壤之别呀！莱昂纳德已经恢复了接近巅峰期的身手，而哈登更是扛了球队1个赛季。现在大家都在等你了，一场对阵联盟第1的失利，排名暂时的滑落到西部第8，并不是世界末日。乐观一点，向前看，希望就在前方。